蛊的种类很多，流传最广的也许是聚百虫而成蛊的传说。这种传说在《本草纲目》《岁书志》和《夷坚志》里都有记述。主要的特点是把数百条毒虫聚在一个容器里，一段时间以后，有的是利用存活着去咬人，有的则是取容器里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为蛊。这种方法与其说是续蛊，不如说是一种取毒方法。李如清、王涛在《乾阳苗记纪文》里记述，苗家人制作蛊毒，常在端午节时将蜈蚣、毒蛇、蝎子等毒虫聚集在容器里，对着它们念咒施法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打开查看，最后存活的那只便成为蛊虫，取它的唾液和粪便用来毒害人，会导致千奇百怪的病症，甚至数年后千里之外的人都无法幸免。凡是夜间看见空中如有流星闪电般的痕迹，就是蛊虫被放出来觅食饮水。蛊虫形态长的称为蛇蛊，圆的称为虾蟆蛊，而金蚕蛊是最毒的一种。通常一个寨子里往往会有2、3家养这种金蚕蛊。上述记载中取蛊虫的分泌物或排泄物为传播媒体，但它并不是立即使人中毒，潜伏期可达数年之久。由此可知，致病因素不可能是毒虫的毒腺，只有可能是寄生虫或病菌病毒。当然也不能排除将数年后的其他疾病腐会为蛊病的可能性。这里提到的最毒者为金蚕蛊，那么金蚕是什么蛊？放蛊时产生的闪电状光芒又是什么现象？作者对比李时珍等人的记录推测，所谓金蚕大约是一种金色而似蚕的毒毛虫，南方各省均可见。这种昆虫都食锦帛，就如蚕之食桑一样，其粪有剧毒。几乎所有关于金蚕蛊的记载都有关于金光的描述，比如王涛在《乾阳风宿记下》说，贵阳都匀、镇宁、普安一带多畜蛊家，夜出飞饮于溪，有金光者曰金蚕蛊，每易杀人。也有更荒诞离奇的，比如说蛊虫夜间飞出时会发出光亮，带出的烟气如同唾液的彗星尾迹，这种蛊称为飞蛊，光芒横射投出人影，形貌宛若活人，这种蛊称为逃生蛊，人影又幻化出实体，能够与人交合，这种蛊称为金蚕蛊。这些蛊虫能随心所欲地流窜，在乡村城镇传播毒害，杀害人越多的蛊主家中就越富有。清代张宏在《滇南新语》里记载，滇地东西两边没有金蚕蛊，但鼠蛇虾蟆等蛊毒危害更为严重。每当夜深云密之时，有东西闪闪发光，如同流星低飞，掠过屋基游荡飞行，尾部光芒细长而清冷，摇曳不定，撼动人心。我深感诧异，询问同僚才知道民间有放蛊之事。他们并叙述说，蛊虫停留之处喜食小儿脑髓，行踪诡秘，如同金蚕一般。而养蛊之家，其妇女都遭蛊毒淫邪侵扰，稍有不顺其意，蛊便转而吞食养蛊人家的小儿幼女，千方百计无法驱除，直到养蛊人家贫困绝户，蛊才会自行离去。从这些记载来看，金光较大的可能是镶嵌一带山区有一种尾部有光的飞虫，夜间往来飞行于低空，似流星或彗星划过天际，被腐会为放蛊饮水或放蛊害人。也可能它就是金蚕的成虫，所以才被称为金蚕蛊。百虫蛊和金蚕蛊都是流传较广的毒菇，此外还有牛皮菇、犁头菇，则是纯粹的荒诞迷信了。比如刘琨在《中南杂说》中记述的，缅甸人治蛊不用药物，而用鬼魂之力。世人相传，他们念诵神咒，在49天内将牛皮皱缩至芥菜籽般大小，称为牛皮蛊。
也能将犁头皱成如芥子大，称为犁头骨。下蛊的方法不需要借助饮食，只需要将这种芥子藏于指甲之内，对人一弹，蛊药便已进入对方腹中。然而他们不会无故对人下蛊，必定是针对那些无赖之徒侵犯其妻妾、勒索其钱财的人，采用此法惩治。若有汉人中蛊后返回故乡，他们又能计算其形成的日期，再次念诵神咒，于是蛊毒便在远方发作，使人肌肉消瘦，腹部胀大，数月之内便会死亡。金溪人周瑞生、龚吉珍都是死于这种蛊毒。这类技术耸人听闻，把牛皮或犁头铁通过咒语变成芥子，不可能是客观事实。假如芥子果能药死人，无非是将含有病毒、病菌或寄生虫卵的物品搓制成芥子而已。而汉族官吏或商贾旅人进入云南后，难以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，由此感染瘴气毒痢，这些疾病可能有较长的潜伏期，酒后发作不治而死，于是被归咎于中了土人蛊毒。至今，西南少数民族老一辈人还不时把无名疾病归咎于他人施蛊所致，其实未必真有人加害于他。